妖娇兽王被虐得惨不忍睹，就连围观之人都是看得触目惊心，冷汗连连。被蛋蛋所凝聚的黑焰怪兽所吓得不轻，但是那自黑色气焰延伸而出的头颅却并未就此罢手，一口接着一口，不断向妖娇兽王撕咬而去，每一口落下都是鲜血淋漓，最终吞掉妖娇兽王一大段身躯。与此同时，10只大手也是开始发力，眨眼之间便将妖娇兽王的庞大身躯给撕成了碎片。就这样，一代妖王妖娇兽便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粉碎、被吞噬，最终被灭得干干净净，当真是死无全尸。而这一切都是拜蛋蛋所赐。此刻，蛋蛋眼中的红光已经散去，恢复成了宛如凝聚万千星光的眼眸，闪烁着美丽与智慧。他嘴角挂着淡淡笑意，甜美而可人，美艳而诱惑。她依旧是那个她，美得让人窒息，美得让人着迷。只要她站在这里，就绝对找不出比她美的女子。但是此时此刻，当人们见识过了淡淡的凶残后，几乎没有一个人敢小瞧这个美丽的丫头，甚至一些胆小之人，此刻看向淡淡的目光之中，充满了忌惮与惊恐。这个模样哪里像是看待一个美女，明明就是在看着一个怪物。本源的味道还不错，就是太少了一点。任务完成，先回去了。将那黑色气焰收回体内之后，淡淡俏皮地转过身来，意犹未尽地吸吮了一下自己的小手指，这才蹦蹦跳跳地回到了界灵大门之中，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内。他真的是界灵吗？天下间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界灵？竟以5品武王斩杀了1品半帝。而在淡淡回到楚风身体之后，围观的人群则瞬间炸开了锅。淡淡凭借一己之力灭掉了那妖娇兽群，此等实力实在太强，强到想不让人震惊都不行。当然厉害，那可是修罗灵界的界灵。这一刻，有知情人大声说道：“什么？修罗界灵？莫非是那传说之中来自欺凌界最强大的一剑修罗灵界的界灵？”听得此话，那围观之人无一不是目瞪口呆，震惊不已。在他们的眼中，写满了不可思议。这也不能怪他们，要怪只能怪修罗界灵的名声太大，大到人们想不震惊都难。厉害，太厉害了！这楚风不仅仅能够触发远古仙真，竟然还与修罗灵界的界灵缔结了契约。这等天赋简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着实太过可怕了一些。这楚风真乃天之骄子。这一刻，无边绿海的四面八方尽是对楚风的惊叹之声。先前是谁说这楚风连那6个被关起来的弟子都不如的？人家只靠界灵便将那妖娇兽王击败，单凭这一点就远非那6人可比。就是真当我们眼睛瞎了不成？竟然这样污蔑于楚风，也不怕闪了舌头？淡定吧，正所谓人心可畏，楚风如此优秀，就算遭人妒忌也是难免的。甚至一些胆大的围观之人开始侧面的羞辱起那之前羞辱楚风的青木山弟子们。而听得此话，那些先前诋毁楚风的弟子们脸绿的跟什么一样，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楚风好样的！而这一刻，有青木山的弟子开始欢呼，那是羽花部的人，他们本就与楚风是同盟，此刻见楚风帮助青木山夺回了尊严，自然要为楚风欢呼。而当第一声欢呼响起之后，无数道欢呼宛如惊雷一般，不断的在人海之中炸响。越来越多的长老与弟子开始替楚风欢呼呐喊，为楚风叫好。那些本就喜欢楚风的人就不说了，那些之前中立的长老与弟子此刻也都在为楚风欢呼，发自内心的喜欢上了楚风。至于那些极其厌恶楚风，是楚风为眼中钉的人们，一个个的则是眉头紧皱，那个表情就跟吃了屎一样。但是他们也毫无办法，因为先前青木山差一点就陷入了丢人的地步，是楚风从那丢人的边缘处将青木山的名声给救了回来。眼下楚风俨然成为了青木山的英雄，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却也只能接受这一事实。楚风这小子还真是深藏不露啊，竟然有这么厉害的界灵守护，难怪结界之术的造诣如此料的。白素嫣频频点头，妩媚的脸上挂着妩媚的笑意，显然也是被楚风的表现所惊到了。楚风的确厉害，各方面都远超于我，尤其那界灵白若晨目光闪烁，他不会忘记当初被蛋蛋所玩虐的一幕。但是现在来看，当初他被蛋蛋玩虐反而理所应当了，毕竟蛋蛋的实力如此之强。楚风这是怎么回事？看着青木山丢人多好，怎么还出手帮他们？但是相比于他们，司马颖可就气得原地直跺脚。尽管他也为楚风的实力所感到震惊，但是想到楚风帮着青木山挽回了局面，他就不甘心。傻丫头，这你就不懂了吧？不管楚风与个别长老有何过节，那也只是内部矛盾。说到底，楚风还是青木山的弟子，身为青木山的弟子，他就理当替青木山出头。何况他这样一出头，不仅会名声大噪，还会尽得人心，好处多多，何乐而不为呢？白素嫣笑着解释道：“原来是这样吗？而听得白素嫣的话后，司马颖才恍然大悟。但是哪怕如此，他还是不开心。他才不管那么多，他只喜欢看青木山出糗。谁让之前青木山的人对他那么不好？而这一刻，雀跃的欢呼越来越为响亮，响亮的如雷贯耳。原来是楚风已然踏空而行，凯旋归来。楚风，太棒了！你这次真的是立了大功一件。楚风，带着掌教大人出关，我们定会联名禀告，替你请赏。楚风归来，就连主看台的众位长老也是纷纷起身相迎。这其中有白猿半帝的手下，还有练兵部的夏侯剑庭等长老，也有武技部和玄功部的长老。此时此刻，楚风成为了众位当家长老眼中的香饽饽，所有人都是笑脸相迎，夸赞不断。但这主看台上却有一批长老是异类，他们是刑罚部的当家长老。刑罚部作为青木山第一大分部，当家长老的人数也是最多。但是此时此刻，他们却很是尴尬。
让他们去迎接楚风。他们做不到，但是楚风立了大功，他们若不迎接，却也不好。这的确是难为坏了他们。而这一刻，透过人群的缝隙，楚风也是注意到了那群刑罚部长老难看的脸色。看到他们这般难堪，楚风心中却在冷笑。事情到了这一步，他的计划就基本完成了。他要的就是在众人面前证明自己，不管是看好他的，还是敌视他的，或是不认识他的，他就是要所有人知道他楚风的能力。刑罚部敌视他，刑罚部刁难他，那又如何？事到如今，楚风还不是在他们的面前换来了众人的欢呼，而他们又能做些什么？除了像吃了苍蝇屎一样的站在那里，他们什么都做不了。此时此刻，楚风才是全场的焦点，人们眼中的英雄。在楚风被人们众星捧月，视为英雄之际，白云霄等人却也灰头土脸的走了回来。龙蛟妖王被杀，那封锁他们的牢笼自然也就消散，他们早就重获自由。但是此时此刻，脱离虎口的他们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相反，他们的脸色甚至比那些刑罚部的长老们还难看。他们每个人都清楚，他们这次是相当的丢人，不仅被抢了风头，还险些败坏了青木山的名声，算是闯祸了。而事实上，此刻无论是青木山的长老还是弟子，对白云霄等人也的确很是失望。这从他们踏上主看台，却没人去迎接他们，便看得出来。不过碍于他们特殊的身份以及不可估测的潜力，却也没有人责备他们什么，只是对他们选择视而不见。这不是青木山的几位天才吗？你们居然还好意思回来啊！先前杀妖教授小喽啰们杀得很过瘾啊，大话说的也很爽快啊，口口声声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的，我还真以为你们有多撂的，可没想到人家妖教授王一出现，你们顿时就完蛋了，像六指乌龟一样被抓了起来，缩在笼子里，连动都不敢动。亏本姑娘还对你们寄予厚望，你们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真的是太失望了。青木山的人不敢责备，不代表别人不敢责备。这不，艺高人胆大的司马颖便一脸嘲讽地走到了白云霄等人近前，无限鄙视地撇起了小嘴。司马颖，正所谓祸从口出，我劝你还是管好你的嘴，以免日后招致不必要的灾祸。白云霄等人本就窝了一肚子火，被司马颖这样当众羞辱，顿时气得连心肝肺都快要炸开了。但是白云霄还是分得清场合，强忍住心中的怒火，说出了这样一句满含威胁的话，说得我好害怕呀！祸从口出，难道你还要杀了我啊？什么素质？自己丢了人还不让人家说了？你这么有本事，怎么不跟妖教授使？欺负我一个弱小的姑娘算什么本事？司马颖继续冷嘲热讽，根本就不怕白云霄等人的威胁。死丫头，你是挨打没挨够是吧？而这一刻，曾暴打过司马颖的陶香雨也是跳了出来，伸手对着司马颖一指，那磅礴的威压便无形而出，向司马颖压迫而去，想要暗中对司马颖来个下马威。我看你们谁还敢再动他一根手指？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却突然站到了司马颖的身前，并且跟随楚风而来的还有白素烟、白若尘以及诸位当家长老。见到这个架势，哪怕是陶香雨也是吓了一跳，赶忙收回自己那探出去的手指，并且与此同时向后倒退了一步。他也许不是那么惧怕楚风，但是却不敢在白素烟以及诸位当家长老的面前太过放肆，必须有所收敛。楚风，你不过是靠着你那只戒灵才能取胜，还真以为你很有本事不成？然而就在陶香雨退缩之际，白云霄却站了出来，他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充满了敌视，那种敌视的目光竟然是完全没有遮掩的。楚风抢走了他的风光，他实在是太痛恨楚风了，痛恨到恨不得将楚风扒皮抽筋，然后一口一口吞掉楚风的血肉。怎么？我看你这是不服气啊？人家楚风能有厉害的戒灵，那就是楚风的本事，你有本事你也弄来一只啊？你弄得到吗？人家跟你吗？你配拥有吗？修罗灵界的戒灵，你这辈子都没戏了。别说这辈子，就凭你这资质，下辈子、下下辈子、下下下辈子都没戏，因为你天赋有限，人家根本就看不上你，永生永世就注定你只能拥有二流戒灵了。可还不待楚风说话，司马颖便再度开口，话语之刁钻，语气之凌厉，哪怕楚风也是佩服不已。这个丫头不仅胆大妄为，这侮辱起人来也是着实够损的，不但毫不留情，更是直戳痛处。而听得此话，白云霄整个人的脸都绿色的发青，因为司马颖真的说到他心坎里去了。他又何尝不羡慕楚风，何尝不嫉妒楚风？嫉妒楚风能与修罗灵界缔结契约，有那样一只厉害的戒灵。可是他没有啊，他就算再想拥有，也没有机会了。这不是努力就能获得的，而是天赋，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不管他愿不愿意，但是他却不得不承认，在戒灵之术上的天赋，他的确远不如楚风，这是他心中最大的痛。而他这极力掩饰的痛处，此刻却被司马颖深深的给戳中了。若不是他擅自出手，我等也可以破开那龙脉血阵，将那妖教授王斩杀。可就在这时，奔雷虎却是义正言辞的跳了出来，竟很不要脸的说楚风是多管闲事，就是他楚风根本没有获得执行龙级任务的资格，凭什么插手此事？没有他插手，我们也能收拾那群畜生。依我看，他是想抢风头抢疯了。而与此同时，其言语与赵金刚竟然也是开口抨击起楚风，硬生生的把楚风救他们给说成了是不要脸的行为。我的天哪，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你们的脸皮简直厚到无法想象啊！人家楚风好心好意救了你们，你们居然这样说他，你们还有没有一点良心？幸亏这里在场的人多，若是在场的人少，你们是不是还要反咬楚风这位救命恩人一口，以泄你们心中被抢了风头的怒火呀？司马颖一脸震惊的说道，似是被赵金刚几位的不要脸所惊呆了。放屁！救命恩人，他也配？他有这个资格吗？赵金刚等人一口否认了，
楚风救下他们的事实，而他此话一出，竟然嘘声一片。这个声音不是来自青木山的，而是来自围观的群众之中。而在此之后，各种嘘声更是连绵响起，所有人都在以这种方式嘲讽赵金刚等人。毕竟先前发生了什么，所有人都是清清楚楚的看在眼里。若不是楚风、白云霄、赵金刚等人，也许真的就死于妖蛟兽王的手中了。此时此刻，他们却这般来说楚风，就连围观的群众们都看不下去了。你们赵金刚等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引得众怒。对于这种情况，他们不但没有屈服，反而气得咬牙切齿，双拳紧握，连道道青筋都冒了出来。而对于这几位跳梁小丑，楚风却淡淡一笑，拍了拍司马颖的肩膀，说道：“走吧，和他们一般见识干嘛？也是这种废物，本姑娘里他们干嘛？”而司马颖更是顺势走人，临走前也不忘记羞辱他们一句：“楚风，你可敢与我一分高低？”可就在楚风等人准备转身离去之际，一道暴怒的声音却突然在楚风身后响起。听得此话，楚风也是将前行的脚步停了下来，回头观望，才发现原来那句话是赵金刚说的。这位拥有七品武王的天赐神体，竟然当众挑衅楚风，与我一较高低。先前被妖蛟兽王困住的时候，怎么没见你有这等勇气？楚风冷冷的笑道。哪怕对方是七品武王，但楚风也是深深的看不起。这也怪不得楚风，要怪只能怪赵金刚自己。赵金刚为何被妖蛟兽王困住的时候不敢这般挑衅，反而被楚风救下后这般挑衅楚风？还不是因为楚风的表面修为只是三品武王，他觉得楚风好欺负，所以才敢这般挑衅于楚风。假如楚风与他一样，同样是七品武王，他可还敢这般挑衅？对于这种欺软怕硬的人，楚风就是打心眼里看不起。不管他是不是什么天赐神体，楚风就是看不起。少废话，我就问你敢不敢？赵金刚再度问道，态度很是强硬，真是不知死活。连妖蛟兽王都不是楚风的对手，你也配与楚风比较？司马颖鄙夷地说道。红毛丫头，你滚一边去！我与楚风说话，关你屁事！何况楚风先前能胜妖蛟兽王，靠的是那只修罗灵界的戒灵，又不是他自己的本事。我现在要挑战的是楚风，而不是戒灵。赵金刚话到此处，再度指着楚风问道：“楚风，你我都不用戒灵，凭借自己的本事切磋，你到底敢是不敢？是个爷们就给个痛快话，就算你不敢，爷爷也不笑你。”赵金刚此话一出，众人皆是为之一愣，随后便在心中暗骂：这赵金刚实在太过无耻。楚风是靠戒灵击败的妖蛟兽王，这算不算楚风的本事？当然算，那戒灵是楚风的，心甘情愿为楚风所用，这就是本事，别人想做也做不到的本事。但这赵金刚却在这颠倒是非，硬说戒灵不算楚风自己的本事，不允许使用戒灵，偏要与楚风单打独斗，这着实太欺负人了一些。因为所有人都能够看到，这赵金刚是七品武王，而楚风才是三品武王，两者差距如此之大，这要怎么打？楚风不敢就直说，别像个娘们似的，磨磨蹭蹭算个什么东西？就是你墨迹不敢就说呗，犹豫各淡。这一刻，奔雷虎与其言语也是跟着起哄，趁机打击楚风。少说两句吧，这楚风没了戒灵，就像是没了牙齿的狗，他怎敢与赵师弟切磋？甚至就连白云霄也是开口说话，并且他说的更为难听。对于这样一幕，在场的很多人都看不下去了。楚风救了他们，他们不感谢也就算了，竟然还如此抨击楚风，简直是忘恩负义的典型代表。这一刻，那些欣赏楚风的当家长老们脸色拉得更是老长，实在看不下去的他们已经准备替楚风说话，制止赵金刚等人这无理的要求。可就在这时，楚风却是从容一笑，随后目光抬起，一一自白云霄、陶香雨、赵金刚、齐言语、奔雷虎、王静之等6人的身上扫过，说道：看来你们对我楚风都很是不服，既然如此，你们就一起来吧。什么？你要自己打我们6个？而听得楚风之话，莫说旁人，就连先前还叫嚣的赵金刚等人也是大吃一惊，因为楚风这可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个人打6个，而且每一个修为都在他之上，这简直是疯了呀！你们不是都很看不起我楚风吗？觉得我没了戒灵就什么都不是了？你们不是都很痛恨我楚风吗？一定都很想当着所有人的面暴揍我一顿吧？来吧，今天我给你们这个机会，有本事的就过来，我楚风会让你们知道我楚风是个什么样的人。楚风一字一句皆是霸气外露，甚至此番话说完之后，赵金刚等人都愣在了原地，似是被楚风的气势吓到了一般。楚风，我与你本无恩怨，也一直未想与你和白师妹为敌。就在这时，王静之冲着楚风抱了抱拳，说完这番话后，便直接退出了白云霄等人的队列，钻入了人群之中。见状，楚风也没有为难王静之，因为王静之的确从一开始就没有与楚风为敌，他既然无心与楚风为敌，楚风自然也不会难为于他。怎么了？不敢了？看你们那一个个的怂样，真是给你们机会，你们不中用啊！在王静之退出后，楚风再度看向了赵金刚等人，进行挖苦。楚风，你别猖狂，你要是敢确定你不放出你那戒灵，我奔雷虎现在就敢与你一战。就在这时，6品武王的妖兽奔雷虎站了出来，我楚风说到做到，说不用戒灵之术就不用戒灵之术。楚风说道：那好，几位师兄不用劳烦你们出手，这楚风我奔雷虎自己便可轻松搞定。听得楚风之话，奔雷虎顿时自信满满，只见其脚步向前猛然一踏，只听嗖的一声便爆射而出，竟直接对楚风动手。奔雷虎的速度极快，眨眼间便来到了楚风近前。本是妖兽的他其实更是非同小可，拳头握紧之时竟如同一个铁锤一般巨大，对着楚风的面门便砸了下去。这一拳势如闪电，力如落石，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都是无可挑剔，相当惊人。
他这一拳轰出后，许多胆小的女弟子都不敢看了，生怕这奔雷虎凭借这一拳将楚风给轰成肉泥。而哪怕胆大的人，也是紧咬牙关，屏住呼吸，因为奔雷虎这一击当真是蕴含粉碎之力。但就是这样凶猛一击，楚风却是负手而立，站在原地，直到那硕大的拳头夹带着狂风呼啸而来，楚风才将身子向旁一歪，躲过了奔雷虎这一记重拳。与此同时，楚风的右手猛然探出，宛如鹰爪一般，紧紧地抓在了奔雷虎的手腕。抓住奔雷虎的手腕之后，楚风的身形向后一转，顺势猛然一甩，便将奔雷虎甩到了半空之上。而这一切来得太过突然，当奔雷虎反应过来之际，早就为时已晚。只听砰的一声巨响，烟尘滚滚之际，楚风便将奔雷虎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强大的力道形成了凶猛的惯力，竟使得奔雷虎落地之后又连续翻了数个跟头，这才在数百米外停下身来，趴在地上。楚风他竟然……而这一刻，无论是长老还是弟子，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高手还是弱者，无论是熟悉楚风的还是不熟悉楚风的，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是面容大变，目瞪口呆，看向楚风的双眼之中充满了震惊的目光。他们之所以如此，并非是因为楚风这一记反击来的漂亮，而是楚风此刻的气息已不再是三品武王，而是五品武王。楚风暴露了真实的修为，自然是震惊全场。虽然五品武王在整个青木山并不算什么，但是一个能够轻而易举便将奔雷虎这样一位强大的妖兽狠摔在地的五品武王，便让人想不惊叹都难。更何况楚风在此之前竟隐瞒过了所有人的人，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以为楚风真的只是三品武王，这就实在是太敬畏天人了。毕竟在场的高手可不在少数。但不管怎样，人们终于知道为何楚风就算不用戒灵也敢接受奔雷虎的挑战了。原来他有着必胜的把握。奔雷虎怎么趴在地上了？难道这就是你所谓的轻松搞定我吗？看着那趴在地上的奔雷虎，楚风讽刺地笑道：你这混账，真是卑鄙无耻，竟然隐藏修为，暗算于我，我非让你付出代价不可。也以为你隐藏了修为就能胜过我，更别以为老虎不发威，你就真的可以拿我当病猫。奔雷虎被楚风当着众人的面狠摔在地，摔得鼻青脸肿，此刻当真是暴怒无比。他怒吼一声，身体竟然开始变化。本是半人半兽的他，身体开始膨胀，正在急速变大，眨眼之间便将他身上的长袍便被硬生生的撑破，并且身体还在向巨大变化，并且本是人类身体上开始出现野兽一样的毛发，最终他竟化作了一只高达3米、长达10几米的猛虎，并且此刻他的双眼并非血红之色，反而萦绕着道道雷霆。那雷霆不止在他的眼中，几乎弥漫了他的全身各处。而在这种形态之下，奔雷虎的气息比之先前也是提升了数倍不止，已经无限的接近了7品武王的境界。至于他的战力，那更是难以估计。这是奔雷虎的最强形态，释放出了妖兽独有血脉的形态，竟然是传说中的奔雷妖虎兽。这等妖兽可是极为少见啊！是啊，别看这奔雷妖虎兽本体的形态不是很大，甚至与同境界的妖兽比，形态非常之小，但是它们蕴含的力量可是非同小可。相传体内竟是繁衍上万年的雷霆，拥有毁天灭地之能，是非常厉害的一种妖兽。要论血脉之力，可要远强过妖蛟兽。见到奔雷虎的本体，有些人认出了奔雷虎的来历，纷纷开始对奔雷虎刮目相看。而此刻暴怒如雷的奔雷虎，心中只想着将楚风狠狠地践踏一番，所以化作本体之后，他也不废话，迈开4只虎爪，便向楚风扑杀而去。倘若奔雷虎的一声虎啸已然震动山河，那么当他狂奔而起，更是足以天摇的晃。他正面狂奔而来，简直就像是一个势不可挡的战车，所有他冲撞到的东西都将被撞成粉碎，就连空气也被荡起了层层涟漪。可是哪怕奔雷虎已经施展出独有的血脉之力，变化为最强的战斗状态，但楚风却仍然丝毫不惧，反而开心地笑道：你的力量也是雷霆吗？这样刚好，就让我们比拼一下，谁的雷霆更强一些吧。话罢，楚风眼中雷霆闪烁，道道奔雷如同缩小的巨龙一般，扭动着身躯，以各种形态自楚风的体内窜动而出，并且开始相互交织，彼此融合，凝聚形态，化为实体。眨眼之间便编制成了一道雷霆铠甲，覆盖在了楚风的身体之上。雷霆铠甲一出，楚风的气息也是在此刻攀升，直接从5品武王提升到了6品武王的地步。修为提升，楚风竟如离弦之箭一般向奔雷虎狂奔去，速度之快简直令人啧舌。这楚风要做什么？难道他要与奔雷虎硬碰硬不成？见到这一幕，许多修武高手都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因为妖兽的肉体是相当的强悍，这是妖兽比之人类与生俱来的天赋，而奔雷妖虎兽的身体更是浓缩的精华。由于常年在雷霆的淬炼之下，奔雷妖虎兽的身体强悍程度几乎所向披靡，近身肉搏，就连妖兽之中都难寻敌手，又何况是人类？所以楚风眼下此举无论怎么看都太过冒险了一些。哪怕他已经提升了修为，可还是让众位关心他的人仍是替其捏了一把冷汗。然而这种想法却在下一刻发生了转变。在众人不解之际，楚风已经来到了奔雷虎的近前。奔雷虎张开血盆大口，夹带着阵阵刺耳的吼声，便对着楚风的脑袋咬了下来。可是对于这样凶猛的攻势，楚风却情节一笑，他不退反进，势如真龙，双手如铁钳子一般猛然探出，竟稳稳地抓在了奔雷虎那血盆大口中2颗最为尖锐的獠牙。楚风这一抓不要紧，脚下更是开始变化，急速旋转之间，竟将奔雷虎给抡飞开来。这是何等的力道！眼见着
楚风将那比他大上几倍的奔雷虎轮在半空之上，原地旋转，所有人都被惊呆了。但这却不算什么，当轮着奔雷虎的身躯旋转了大概100圈后，楚风突然高喝一声，双臂猛然用力，只听砰的一声，竟再度将奔雷虎狠狠地摔落在地。要知道，这一次的奔雷虎可不是半人半兽的形态，而是一只的妖兽形态。就算它的本体没有妖蛟兽那般巨大，但是也远非楚风可比。看到这里，几乎在场的每个人都是瞪圆了双眼，张大了嘴巴，感觉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奔雷虎，你的嘴太臭，我帮你好好清理一下。将奔雷虎摔倒在地之后，楚风那抓住奔雷虎獠牙的2只手却并没有放开，不但没有放开，反而越握越紧。最后只见楚风猛然用力，只听咔嚓一声，竟将奔雷虎2颗巨大的獠牙给硬生生的掰了下来，2颗最重要的牙齿被硬生生的掰断，鲜血横流之际，奔雷虎更是疼得当场一声惨嚎，那个声音简直惨得不能再惨了。可是哪怕如此，楚风竟然并未收手，而是抓住奔雷虎的虎毛，身子一转，骑到了奔雷虎的身上，对着奔雷虎的脑袋便是一阵暴风雨一般严密的铁拳。奔雷虎的身子硬，但楚风的拳头却更硬。当那强而有力的拳头不断砸在奔雷虎的脑袋上时，发出的声音竟如同钢铁交鸣。不过与此那钢铁声音同时响彻的，自然还有奔雷虎的惨叫声。楚风的拳头太狠了，只是击拳下去，奔雷虎就已经被打得有些发懵；10拳下去，奔雷虎的头皮就已经破了；100拳下去，奔雷虎的头骨都已经碎裂；1000拳下去，奔雷虎已经是头破血流，嗷嗷直叫；10000拳下去，奔雷虎早就两眼昏花，停止挣扎，就连哀嚎都没了力气，陷入了半昏半死之中。而对于这样一幕，众人更是看得目瞪口呆，瞠目结舌，目若呆鸡一般的愣在了原地。这一幕实在太惊心动魄，太畅快淋漓了。若非要形容一下这番场景，其实2个字便可概括，那便是凶残。楚风，给我住手！一番暴打之后，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那是赵金刚。他不仅开口呵斥，更是出手制止，施展出了一道武技，向楚风席卷而来。那武技是一把银色巨人，发于肉身，源于武力，横空劈来，连虚空也被斩成一道黑色的裂痕。然而就是这样强悍的攻击，楚风却连看都不看，只一眼，只见其手臂抬起，一拳顺势轰出，的一声便将那道攻击轰散开来。怎么看不下去了？那就别浪费时间了，一起来吧！楚风缓缓站起身来，踩着奔雷虎的脑袋，笑眯眯看向了赵金刚等人。楚风，你休要猖狂，别以为青木山内只有你有特殊的力量。今天我们就让你开开眼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什么才是天下间最强的力量。而这一刻，赵金刚、齐言宇、陶香宇3人皆是眼眸闪烁。与此同时，一层又一层狂暴的气息开始自2人的体内席卷开来，那气息非常的凶猛，蕴含着寻常人所不具备的特殊力量。若真的要形容，那便是一种真正具备毁天灭地之能的力量。这个气息此刻不仅席卷8方，更是影响天地。在这种变化下，风云开始变色，乌云开始下沉，雷鸣开始滚滚，闪电开始纷飞，这方天地仿佛陷入了末日一般阴暗而恐怖。而在这种威势之下，一棵满是桃花的大树凭空而生，落到了陶香宇的身上，桃花满天飞，朵朵如利刃，拥有开山碎石、斩断江河之威力。至于赵金刚与齐言宇，他们虽然没有产生陶香宇那种惊为天人的变化，但却也引起了种种异象，那是金色的光芒以及磅礴的烈焰。金色的光芒与烈焰奔走于天际，既刺眼又可怕，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那烈焰不是普通的烈焰，那光芒也不是普通的光芒。终于，那光芒与烈焰分别落入了赵金刚以及齐言宇的身体之中。这一刻，赵金刚浑身上下散发金光，如同钢铁所造的金刚之身。至于齐言宇，烈焰缠身，与楚风的雷霆铠甲倒是有些相似，站在那里如同一个火焰圣人。但最为重要的是，在3人的这种变化下，他们的气息也是变得极为的强大，举手投足之间都可呼风唤雨，影响武力变化，随心所欲之间便都可施展出毁灭性的攻击。赵金刚、齐言宇、陶香宇3人皆是天赐神体，竟然3个都是天赐神体，这也太可怕了！不愧是青木山弟子之中竟然有3位天赐神体，单凭这点就让其他势力遥不可及。天赐神体毕竟是天赐神体，当3人展现出自己独有的天赐神力之后，同样引来了围观之人的惊叹。在5只圣土天赐神体虽不少，但却也并不多，尤其是在青木领地，也许很多人见过天赐神体降生之时引起的天地异象，但真正见过天赐神体本人的却只是为数不多的少数。况且相传天赐神体乃是上天赐予的力量，并且据说每位天赐神体的力量都是有所不同，各有各的风采。而今日人们不但得以见到天赐神体之威势，并且还是一口气见到3位，这自然叫众人又喜又惊，激动不已。竟然是3位天赐神体，这下楚风该如何应对？而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替楚风捏了一把冷汗，都担心楚风不是这3位的对手。毕竟天赐神体凶名太盛，那可是公认的天下间最强的力量。而当释放出自己的天赐神体之后，赵金刚3人也不犹豫，彼此互看一眼，便一同动身，向楚风发动了围剿式的攻击。他们一开始就释放出了自己的底牌，为的就是快速将楚风击败，所以这一出手也是毫不留情。虽然他们没有动用武技，但是所施展的手段却胜过武技。那利刃一般的桃花，那光芒闪闪的神力，以及那焚灭天际的烈焰，便是独属于他们的天赐神力。上天赐予的强大力量，胜过任何手段的手段，来的正好。
就让我会一会你们这天赐神体到底有何本事。见三人汹涌来袭，楚风则是微微一笑，不但没有惧怕，反而变得兴奋起来。身为拥有强大血脉的天才，楚风何尝不想亲自领略一下天赐神体的风采？而这一次便是他领教太天赐神体的最好机会。可是就在三人将要来袭之际，楚风却是冷然一笑，没有直接迎战，而是身形一转，使出一种玄妙的身法武技，围绕着三人闪躲起来。果不其然，哪怕是楚风，也不是天赐神体的对手嘛。见楚风并未真的应对，反而是四处逃窜，许多期望一场精彩大战的人不由感到失望起来。楚风，跑什么？你先前的猖狂劲哪里去了？真是废物！先前还说要会一会我们，结果现在就像猴子一样四处乱窜，难道你就只有这点本事？除了嘴上逞威风，就连雀联与我等交手的胆量都没有了吗？至于赵金刚与齐言语，此刻更是得意无比，觉得楚风是害怕了自己，开始大声的羞辱齐楚风。而对于赵金刚与齐言语的羞辱，楚风却也不生气，因为楚风不打没把握的仗，尤其面对天赐神体，他更是不敢大意，所以他眼下看似在逃窜，实际上是在观察赵金刚三人的真正实力。而一番观察之后，楚风也是发现这三人陶香雨还好说，就算是天赐神体，可也只是6品武王，但赵金刚与齐言语就有些不同了。这两个人好说歹说也是7品武王，并且他们掌握的天赐神力又有别于陶香雨的天赐神力，乃是凝聚于身体之内的力量。这样的力量使得爆发起来更全面，更具有冲击力，杀伤力也就更为凶猛。所以这种情况下，楚风也不能再有所保留，必须释放出自己的所有力量才行。决定之后，楚风猛然高喝一声，意念转动之间，一对巨大的雷霆羽翼便自身后延伸开来。雷霆羽翼一出，楚风的修为再度提升，与赵金刚和齐言语一样，都提升到了7品武王的地步。同为7品武王，楚风会惧怕于谁？哪怕是天赐神体，楚风也毫无畏惧。来吧，让我战个痛快！突然，楚风身形一转，不再继续逃窜，反而向赵金刚、齐言语以及陶香雨3位天赐神体反掠而去。楚风突然反扑而来，不仅气势凶猛，攻势更是强悍，这使得赵金刚3人皆是大吃一惊，被吓得不轻。这一刻，他们不敢有所怠慢，发动全力，一同出手，向楚风攻击而去。因为事到如今，他们只能战不能退。若是堂堂3位天赐神体联手都被楚风击败了，那可真就丢人丢到家了。所以眼下他们3人的攻势异常凶猛，几乎使尽了他们的全力。可面对3人的合力攻击，楚风却是目光坚定，面带笑意，然而然地掠入了3人合力构成的战圈之中，与3位天赐神体站到了一处。顷刻之间，桃花纷飞，金光四射，火焰横扫于虚空之际，天赐神力尽显神威。但楚风任凭花雨袭来，金光攻来，火焰烧来，只是身携雷霆，脚踏虚空，从容自若间，竟轻松应对。楚风以1敌3，也是不落下风，太不可思议了！楚风竟然将修为从3品武王提升到了7品武王，并且还凭借7品武王的修为与3位天赐神体交战而不落下风，这也未免太强了一些。莫非他也是天赐神体不成？不对，他那雷霆没有引起异响，反而直接增强了修为。虽然威势上看不如天赐神体，但是本质来看却要胜过天赐神体。这么说来，楚风掌握的力量岂不是比天赐神体还强大？这楚风到底是何来路？天下间怎么会有他这么强大的人？莫非他真如万年之前的清玄天一样，是注定要成为一代人族帝王的存在？4人战得惊天动地，而围观的众人更是看得惊叫连连，又惊又喜。任谁也不会想到，楚风不仅拥有强大的界灵，这自身的实力竟也如此凶猛。事到如今，不知多少同辈中人对楚风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又不知多少前辈高人对楚风是青睐有加，羡慕青木山能寻得这样的弟子。3位，你们这天赐神力也不过如此，着实让我失望啊！还有没有底牌了？快亮出来吧，否则我楚风可就要帮你们3个放血了。一番激斗之后，楚风讽刺地说道：“可恶！”而被楚风此般嘲讽，赵金刚3人气得双眼喷火，脸色涨红。但是除了生气，他们却也没有任何办法，因为先前的一番交战，他们早就使出了全力。此刻不仅仅释放着他们那独有的天赐神力，更是各自手握王兵，以增强他们的势力。可哪怕如此，却也无法伤到楚风分毫，并且楚风至今为止连武技都没运用，更是没有拿出王兵。从表面来看，就能看出楚风根本没有用尽全力。可是就算没有使出全力，却也能够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这叫他们如何是好？白师兄，快来助我们一臂之力，一同将这楚风击败，也好让这楚风知道什么叫做天高地厚。无奈之际，赵金刚开始向白云霄求救。难道说3位天赐神体真的不是楚风的对手？听得赵金刚的求助之声后，围观之人顿时议论纷纷，都觉得赵金刚他们可能是支持不住了，否则怎么会当众求助？至于白云霄，他站在此处也是为难的很。他身为8品武王，与楚风的真实修为差了足足3品境界，就算他胜了楚风，也是胜之不武。可是若是楚风真的胜了赵金刚等人，那不仅仅是赵金刚等人颜面扫地，就连他也会颜面扫地。综合考虑一番，白云霄手腕一转，那王兵大枪便握于手中。与此同时，对着楚风高喝一声：“楚风，你竟这般猖狂，要独占我等，那我白云霄今日便成全于你。”他的这句话很是明显，就是给自己加入战圈找一个理由。而此话说出之后，他也不再犹豫，提枪纵身便加入了战圈之中。来的正好，见白云霄终于出手，
楚风竟然大笑一声，手腕一转，终于亮出了自己的封魔剑，竟主动向白云霄站了过去。白云霄掠入战圈之后，双臂摆动，枪出如龙，那一根王兵掌枪就如同一条凶猛的蛟龙一般，他的攻势非常凶猛。尽管没有施展强悍的武技，也没有施展特殊的手段，但只凭借这一杆王兵掌枪，他的战力就已远胜过了陶香宇、赵金刚、齐言宇三人。但是楚风拿出封魔剑后，不仅气息变强，战力也是极大的提升。他手中的封魔剑不像是一件兵器，而像是一群魔鬼，可近战，可远攻，简直无所不能。楚风，我白云霄既然出手，便不再有你张狂的份，这个战场已由我主宰。白云霄一边发动猛烈的攻势，一边暗中羞辱于楚风，他有着必胜楚风的把握。而对于白云霄这挑衅的话语，楚风却也不予回答，而是冷然一笑，随后脚下步伐突然变化，竟施展出了一种特殊的武技。这一刻，楚风的速度极快，整个人都是如梦如幻，飘忽不定，仿佛他存在，但却又根本不存在一般。而这并非是寻常的武技，而是一种人禁级的身法武技，叫做人尽幻光诀。这人尽幻光诀乃是羽化宗老祖宗留下的禁忌武技，这武技虽是人尽，但却品质极高。楚风施展而出，速度瞬息提升数倍，整个人就如同光一般，在这方区域随心所欲，快到恐怖。若非要比拼，这人尽幻光诀的速度几乎不亚于秘技青龙极行术。此刻楚风如光一般在四人之中穿梭，除了白云霄之外，几乎没人能够看清楚风的动作。可就算白云霄能够看得清楚风的动作，却也抓不住楚风，因为他脚下的速度没有楚风快。而就在这时，突然一道尖锐的惨叫自陶香宇的方向传来，定目望去，所有人都是面容大变。只见楚风那封魔大剑自陶香宇的左臂划过，触目惊心的伤痕浮现之际，鲜红色的血液也是开始自他那白皙的手臂上汹涌流出。找死！眼见着楚风伤了陶香宇，白云霄当真是大怒，手提长枪便向楚风杀去。他并非是因为楚风伤了陶香宇而怒，他是因为楚风竟然在他的面前伤了陶香宇而怒。他关心的并非真的是陶香宇的安危，而是他自己的名声。可是哪怕他已然大怒，却依然拿楚风没有办法。在伤了陶香宇之后，楚风便再度掠向了赵金刚和齐言宇。在此之后，赵金刚与齐言宇陆续被楚风击伤，而一番争斗之后，二人的伤势可就比陶香宇还要严重的多。赵金刚被砍掉了一只手臂，身上挨了3刀，浑身上下鲜血淋漓；而齐言宇更惨，被斩断了2腿1手，就连脑袋耳朵也被削掉了俩。定目望去，就是一个血人，几乎丧失了战斗的能力。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白云霄的眼皮底下，每一次他都是预测到了楚风的动作，知道楚风要做什么，可是一切还是照旧发生，他根本无法阻止。我的眼睛没看错吧？亲眼目睹这一切，围观的人群之中，人们都惊得张大了嘴巴，心中的震撼简直难以言表。堂堂3位天赐神体，竟如斩板上的鱼肉一般，只能任楚风切割，这着实太夸张了一些。这也就是亲眼所见，若是听旁人所说，他们恐怕都不会相信这是真的。可这几乎不可能的一幕，眼下却硬生生的发生了，这叫人们如何能不震惊？赵金刚与齐言宇已经被楚风虐得很惨，但楚风却并没有打算就收手。楚风，来啊，有种你就再过来！这一刻，白云霄身形一纵，率先来到了赵金刚与齐言宇的身旁，想要守株待兔。然而对于白云霄的伎俩，楚风自然看得透彻，所以只见身形一转，并未攻向赵金刚与齐言宇，而是向陶香宇狂奔去。楚风，住手！不打了，我认输！而眼见着楚风袭来，陶香宇吓得的脸都绿了，赶忙大喊一声。与此同时，娇躯一转，竟然逃出了这个战圈。陶师妹，你见陶香宇竟然当众认输！白云霄气得够呛。白师兄，对不起，但我不想像赵师兄与齐师兄他们一样。楚风，我不打了，我认输，我认输，放我走！陶香宇一边逃窜，一边大声呼喊。虽然到了他们这个境界，被砍断4肢并不算什么，只要丹田尚在，头颅完好，界灵师完全可以帮他们凝聚出新的肉身。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打得4肢不保，着实太过丢人一些。陶香宇身为一个女孩子，宁愿认输，也不想变成那样。我也不打了。在陶香宇离去之后，只剩下一只手臂的齐言宇也是转身离去。你不打了，那我也不打了。见状，赵金刚也是紧跟着齐言宇逃离了战圈。你们给我站住，给我回来！眼见着转眼间3人都跑了，白云霄气得怒吼起来。可是陶香宇3人却连头都不回，径直地掠入了人海之中，去找人帮着疗伤去了。而看到这一幕后，整个无边绿海都沸腾了。楚风以1敌4，已经很是不可思议，可是他竟然将3位天赐神体打得纷纷认输，逃窜而去。这等手段，这等实力，简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让人们惊骇不已。而当众人震惊于楚风的强大之时，楚风也终于不再施展人尽幻光诀，而是脚踏虚空，停在了虚空之上。眼下楚风的脸色很是平静，但嘴角却挂着淡淡的笑意，而这个笑意竟与施展人尽幻光诀的时候一模一样。白云霄，这就是你主宰的战场。看着白云霄那铁青的脸色，楚风的笑意也是浓郁了几分。而这一刻，白云霄的脸那叫一个难看，简直就跟吃了死老鼠一般。事到如今，他终于懂了，终于明白楚风为何将赵金刚3人弄得鲜血四溅，残肢断臂，却不攻击白云霄。那是因为先前他狂傲的与楚风叫嚣，说他出手后将主宰这方战场。侧面的再说，楚风根本无法与他抗衡，所以楚风才做了先前的一番举动。楚风虽然没有明说，但意思已经非常明了，他在用行动告诉白云霄，
究竟是谁主宰了这个战场？楚风用自身的行动，当着众人的面，无形之间长了一个白云霄响亮的大耳光。可突然之间，白云霄却大笑起来，他笑得很是怪异，他笑得前俯后仰，甚至笑得让人不寒而栗。楚风，你是不是以为你这样做很威风？你是不是真的以为我不是你的对手？你是不是暗自觉得你已经将我玩弄于股掌之中？终于，白云霄止住笑容，开口问道：“我告诉你，你这样做根本就是玩火，因为你现在已经把我彻底激怒。我现在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楚风还不是这青木弟子的第一人，至少有我在，你就永远也不可能是。”白云霄越来越激动，而与此同时，他的气息也开始变化，一层又一层强大的气息自他的体内散发而来，横扫于天际。这种变化下，就连他所在的那方虚空也是剧烈的抖动起来，那抖动越来越强烈，哪怕是距离白云霄数百米外的楚风也能够清晰地感受得到。终于懂真格的了吗？那就让我看看你白云霄到底有何本事。楚风眉头微微皱起，他知道白云霄是真的怒了，而他也知道身为问天部二当家、青木继承榜第4位的白云霄也的确具备着狂傲的手段。这一刻，哪怕是楚风也是紧紧握住手中的剑，不敢再有丝毫大意。忽然之间，阵阵轰鸣在天际之上炸响，风云涌动之间，一道又一道巨大的雷霆在空中蔓延，仿佛要撕裂虚空一般。雷霆响彻之际，乌云越来越密，不仅覆盖了整个无边绿海，更是在向外蔓延，仿佛要遮盖整片大地。此时此刻，本晴朗的虚空早已如同黑夜一般昏暗，唯有雷霆乍现之际才会照亮大地，只不过那种光芒却是那么的可怕。这种情况下，所有人都莫名的感到不安，因为一种无形而特殊的气息正在侵扰着这方天地。终于，那能量汇集一处，滚滚乌云之间出现一道金光，那金光越来越闪，并且满级越来越大，竟如同明日一般，点亮了这昏暗的天地。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那光芒竟然开始变化，最终化作了一把光芒闪闪的长弓。没错，那就是一把长弓，不仅巨大无比，遮天蔽日，宛如巨型山脉，竖立于虚空，还自一根巨剑，就那样漂浮于天际之上，将他那威震天下、毁灭一切的气息传递给众人。天现异象，这白云霄也是天赐神体。这一刻，沉默许久的人海再度爆发出了惊叫，因为所有人都已经看出白云霄也是一位天赐神体，并且他这天赐神体的力量比之赵金刚、齐言宇、陶香宇3个人的天赐神力都要强。这个家伙竟也是天赐神体。白姑娘，那家伙此刻的修为已经无限的接近了9品武王，他的真实战力恐怕就算2品半地也完全能够一战。楚风真的能够抵挡吗？此刻白云霄的威势实在太凶，哪怕司马颖也是担心起来。老实说，我也不知道。白若晨摇了摇头，他与司马颖一样，非常的担心楚风，因为扪心自问，此刻的白云霄若是与他为敌，他绝对没有胜算。而事实上，此时此刻担心楚风的可不仅仅是司马颖与白若晨2个人，不计其数的人心中都在盘算着楚风究竟能否挡下此刻的白云霄。毕竟此刻的白云霄是如此之强，就连一些半地境的强者也是为之忌惮。楚风，你还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吧，否则当我出手之后，你就没机会了。展现神威之后，白云霄自信十足，看向楚风的目光根本不像是看待一个大敌，而是在像看待一个他随时可以碾死的蝼蚁。可是令白云霄想不到的是，哪怕此刻的他已是神威冲天，惊呆众人，但楚风依然面带微笑，很是平静地说道：“好啊，刚好我这一招练成之后，还从未施展过呢，就用你的血来作为试炼吧。”用白云霄的血作为试炼，楚风此话一出，不得不说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与此同时，人们也都在好奇，楚风究竟还有怎样的手段，竟然如此自信的觉得自己能与这样一位强悍的天赐神体抗衡。而楚风更是说做就做，只见其双手紧紧握住手中的封魔剑，随后将封魔剑高高举起，紧随其后，其体内的武力便狂涌而出，就连天地间的武力也是为其所用，在其周围形成了一道又一道肉眼可见的武力漩涡。忽然之间，一道漩涡炸开，顿时狂风大作，席卷虚空，连天际之上那滚滚乌云都被此风吹散开来。这风不是普通的风，不仅威势极强，蕴含着恐怖能量，更是发出阵阵鬼哭狼嚎般的声音，惊心动魄，摄人心神。而此风出现不久，突然一道粗壮的巨雷凭空而现，劈落而下，雷声之刺耳，足以颤动灵魂，竟将虚空劈成了2段，威力之惊人，简直骇人听闻。这哪里是雷，简直就像是一把利刃，只不过这把利刃不仅仅能够劈开人的肉身，更是能够劈开江河，展开山石，甚至劈裂虚空。伴随此雷出现的同时，还有瓢泼大雨倾盆下，那雨实在太过凶猛，每个雨滴都直径数米，能将一个普通人给活活拍成粉碎。假如这风、这雷、这雨的出现还算合乎常理，那么大巨大的火焰流星以及泥土形成的凶猛漩涡也纷纷出现之后，那就绝对跌破了人们的眼球。可是眼下这一切就这样硬生生的发生了。在楚风的方圆100米之内，雷光涌动，狂风四起，火焰飞掠，泥土旋舞，大雨倾盆。可就是这样天灾级的自然力量，不但无法伤及楚风分毫，竟然还为楚风所控。原来这一切都是楚风所用。这风雷水火土乃是楚风当初在羽化宗所学来的5种人境武技，分别是人境狂风作、人境天雷斩、人境海雨啸、人境火流星、人境土漩涡，竟然同时施展出5种人境武技，并且运用的如此娴熟，一切尽在掌控之中。
这等操控力，这等对武技的掌控力，太惊人了！围观众人赞叹连连，因为楚风不仅做到了呼风唤雨，操控的更是5种具有毁灭性的威力的人境武技。你以为凭借这5种人境武技便能与我抗衡？白云霄冷冷一笑，丝毫未将楚风这5种人境武技放在眼中。不试试怎么知道？楚风淡淡一笑，那我就让你知道你有多么异想天开。突然，白云霄眼眸寒光一闪，那竖立在天地之间的剑矢便自动搭在了那巨弓之上，弓拉满弦，神力冲天。随后只听得一声巨响，那道威力绝伦的光剑便夹带着阵阵撕裂之声，向楚风飞射而去。因为2人距离不过几百米，所以那光剑几乎眨眼之间便掠到了楚风的近前。刹那间，轰鸣滚滚，天地震动，光剑已是击中目标，爆发开来。而这一刻，凶猛的能量涟漪如同滚滚乌云一般，瞬间吞噬那方天地，甚至横扫天上地下，连下方的无边绿海也是受到波及，浪花滚滚，似是海啸一般。然而就在那涟漪刚刚扩散没有多久，竟又消散开来，原来是被狂风席卷而散。可仔细一看，人们更是目瞪口呆，忍不住深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但这却不是为白云霄的神力一击，而是因为楚风竟挡下了白云霄的天赐神力。只见此时此刻，风雷水火土5种元素竟相互交融，滚滚翻腾之间如同护盾一般，围绕着楚风急速旋转，将楚风守护在了其中。楚风不但同时施展出5种人境武技，更是将5种人境武技相融合，这等手段也未免太强了。见到这一幕，就连青木山的当家长老也是惊掉了一地下巴。不，似乎没那么简单。楚风不仅仅是将这5种人境武技融合为一体，而是将这5种人境武技改造升华为了全新的武技。青木山的一位当家长老满脸震惊地说道：“什么？这竟真是如此？”而听的那位长老的话后，在场的诸位当家长老再度认真地观察起楚风，这才发现楚风竟真的将那5种人境武技进行了改造。此刻，风雷水火土5种能量融为一体，不仅如护盾一般围绕着楚风旋转，还能在楚风的催动下向白云霄发动攻击。风雷水火土5种性质融为一体，那等威力提升数倍。此刻这个武技已不再是简单的人境武技，它的威力绝对达到了地境武技的水平，甚至它的威力还远胜过寻常的境武技，能够做到攻防一体，与天赐神体进行对抗。这便说明了此武技的厉害。楚风这小子好厉害，不仅将5种人境武技相互融合，还将自己独有的结界之力融入其中，以增强武技的强横程度。这样一来，便不是简单的操控5种人境武技了，而是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武技。这一刻，哪怕是白素嫣也不由得称赞起楚风：“母亲，您的意思是白若晨实力不够？”虽然看得出楚风眼下施展的武技很厉害，但却看不透其中的猫腻，只能向自己的母亲请教。与此同时，司马颖也是一脸好奇地看着白若晨的母亲，想要知道楚风此刻的武技到底有多厉害，竟能让众位当家长老以及白素嫣这样的高手称赞连连。人境武技同时施展虽然难，但相信你们都做得到。这需要的只是对武技强悍的掌控力，但是将人境武技相互融合，这就很难了。相信就算若晨也未必做得到。至于像楚风此刻这般，那就只有真正的修武天才才能够做到。这已经无法用掌控力来衡量，而是创造力。说的简单一点，此刻楚风施展的武技已不再是5种人境武技，而是一种的境武技，一个只属于他的地境武技，一个只有他知道该怎样施展的武技。白素嫣解释道：“母亲，难道你是说楚风已经将那5种人境武技转化为自己的手段，重新定义，创造出了一种的境武技？”这一刻，白若晨终于懂了，但是明白之后，他更是却吃惊不已。虽然是吸收了先人的手段，在他人的武技之上进行改造与提升，但这的确可以说是楚风自己创造出的境武技。白素嫣点了点头，楚风他竟然真的。在白素嫣确定后，白若晨与司马颖都愣住了，过了好一会才缓过神来，再度看向楚风的目光中充满了复杂的神色。一个如此年轻的武王，竟然创造出了如此强悍的境武技。就算这个的境武技是在前人的劳动成果下创造而出，但这等手段仍是惊为天人，至少现在的他们2个根本就不可能做得到。事实上，这的确是楚风所创造的武技。楚风修炼的劲苍明盾之时，可谓费尽了心思，而对武技也有了全新的看法与见解。闲暇之余，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所修炼过的所有武技，这才发现每个武技虽然各有特点，也能分强弱，但却没有一个武技能够堪称完美。哪怕楚风如所掌握的最强武技得劲苍明斩，也是有着一定的缺陷。不过的劲苍明斩毕竟不是完整的，需要与地劲苍明盾融合，才能发挥出真正的威力。所以比之地劲苍明斩，楚风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到了在羽化宗所习得的风雷水火土5种人境武技之上。因为这5个武技具有的特性能共互补，并且乃是竞技武技，威力本就极强。若是楚风能够让他们变得更加完美，那楚风的战力也将得以提升。而在楚风的努力之下，他真的将5种人境武技融为一体，将其威力大大增强，并且将自己独有的结界之术也是融入其中，以结界的随心所欲，使得这武技具有攻防兼备之特性。而修成之后，楚风发现此武技的威力比自己想的还要强横，已经不在人境之列，而是跳入了地境之中。终于，楚风意识到他已经将这5种人境武技打造成了一个的境武技，一个唯有他能够施展的境武技。所以
楚风以这武技的独有特性，为其命名为地境五行阵。虽然准确来说，这算不上楚风一手创造的武技，但这的确是楚风所独有的武技，得境武技而已。也想以我的鲜血试炼，真是痴心妄想。眼见着楚风的武技，竟引得众人的欢呼与喝彩。白云霄气的双眼喷火，青筋暴起，冷哼一声，天际之上的巨大弓箭便开始连续放箭，一道又一道巨大无比的光芒箭矢，夹带着呼啸的风声，以及那足以撕裂虚空的威势，向楚风攻击而去。至于楚风，也是不甘示弱，催动着自己所创的境五行阵，携带无形之气势，以及结界那千变万化的形态，向白云霄发动反击。二人的攻势交织在一处，在半空之上相互对决，不断炸响。因涟漪太盛，能量太凶，那翻滚的能量涟漪早已淹没了楚风二人的身影，唯有强大的界灵师才能看到二人真正的战况。而当众位强大的界灵师看清一切之后，无疑不是面容一变，为之一惊。因为此时此刻，白云霄那天赐神力与楚风暗的劲武技的争斗，竟是楚风占据了优势。风雷水火土五种元素，时而化作猛兽，时而化作骑兵，甚至还能化作人形高手，以各种形态冲击着白云霄。这楚风竟然这般厉害！修为不谈，只谈对武技的这份掌控力，青木山如今的弟子之中，几乎无人能够与其匹敌啊！看到此处，就连青木山的众位当家长老也是忍不住再度夸赞起楚风，为楚风的手段而赞叹，因为他们能够看出，其实白云霄的天赐神力很强。总体来说，要强于楚风的地境五行阵，可是天赐神力虽强，但显然白云霄还并未彻底掌握，无法做到随心所欲。但楚风的武技不仅做到随心所欲，更是几乎做到了人技合一的地步。哪怕是武技本身弱于天赐神力，但在楚风的完美催动之下，也是占据了优势。也就是说，楚风是凭借自己那超凡的掌控力压制住了白云霄。可恶，我就不信我堂堂天赐神力会败给你这个劲武技！眼见着自己被压制，白云霄自然不服，于是他开始使出全力，竟将那竖立于虚空之上的弓箭收回自己的体内。他将神力与自己合二为一，亲自手握神力弓箭，在抵挡楚风那凶猛攻势的同时，也向楚风发动攻击。但哪怕如此，他也只是能与楚风的劲五行阵平分秋色，并且他一个大意之间，更是露出了一个破绽。这个破绽微乎其微，寻常人根本不会察觉。但是可惜，白云霄面对的并非常人，而是洞察力极强的楚风。楚风死死地抓住这个破绽，催动着自己的那由5种天地元素融合成的能量，化作一支箭矢，对着白云霄的左腿便刺了过去。那箭矢别看小巧，但可蕴含着无比强大的力量。哪怕白云霄的身上有着天赐神力守护，可那箭矢也是穿透而过。最终，只听嗤的一声，那箭矢便穿透了白云霄的左腿。一时之间，白云霄也是惨嚎一声，低头观望，更是面容大变，连他自己都被惊呆了。因为那箭矢力量太强，不仅穿过了白云霄的左腿，竟然还将白云霄的左腿硬生生的斩断，大片的鲜血正在汹涌流出。我说过，我要拿你的血来试炼我这的劲五行阵。我楚风向来说到做到，成功击伤白云霄。楚风这才开口说道：得劲五行阵，这便是那武技的名字吗？好强的武技，这武技竟能与白云霄的天赐神力抗衡，实在是太强大了，当真是具有逆天之威势。听得楚风此话，众人更是赞叹连连。毕竟眼下的结果就摆在这里，楚风击败了白云霄，这是一个事实。而在这种人震惊之际，楚风却早已停止了攻击。眼下白云霄断了一条腿，胜负已分，楚风也不难为他，毕竟有众位长老在场。楚风想杀白云霄是不可能的，既然杀不了，那就点到为止最好，这样既能显示出楚风的气度，又能让白云霄得到教训。楚风，我要杀了你！可是就在楚风回转身形，准备就此离去之际，一声怒喝突然响起。与此同时，楚风能够感应到一股极为凶猛的力量正在他的身后汇集，回头观望，哪怕楚风也是眉头紧紧皱起，面色变得凝重起来。此时此刻，白云霄所在的方向不仅虚空扭曲，光芒四射，最重要的是有无数道光芒凝聚的冰刃已是向楚风飞射而来。那冰刃非同小可，竟比白云霄的天赐神力还要强悍。此等威力，楚风根本无法运用的劲五行阵进行防御。不过最让楚风头疼的并非只是那攻势的凶猛攻击力，而是此时此刻那等冰刃遮天蔽日，几乎封锁了楚风所有能够躲避的路线。此击若中，楚风之性命必将休矣。得尽幻光诀，眼见大事不妙，楚风赶忙施展出最强的身法武技，向后飞掠而去。与此同时，体内的磅礴武力也是自丹田汹涌而出，以特殊的轨迹转动起来。楚风这是在用身法武技为自己争取一些时间，施展他的最强杀招得尽苍冥斩的时间。这是我青木山的尽幻象诀和的尽随空剑。而见到白云霄此刻所施展的攻势，莫说楚风，就连青木山的众位当家长老也是大惊失色。他们实力深厚，不仅能够看清白云霄的攻势，更是能够在一瞬间便看出白云霄施展的是什么。而身为青木山的当家长老，他们一眼便认出白云霄所施展的乃是青木山的2种正宗武技。这2种武技一幻一实，若是同时使用，不仅能够造成极为凶残的破坏力，更是能够影响对方的判断力，甚至在一瞬间使得对方陷入幻境之中，从而只能坐以待毙，被此击攻击。可这2种武技虽强，可单学其一已是非常之难。若真的做到2种武技同时施展，那更是难上加难，绝非寻常人可以办到的。
事实上，就连许多修为踏入半地境的长老，也仍无法同时施展出这两种的劲武技。由此可见，这两种武技想要一同施展是多么的难。但是眼下白云霄竟施展出来，这不仅说明白云霄天赋绝伦，更是说明楚风将要大难临头。毕竟楚风与白云霄的距离如此之近，以那的净幻象诀和的尽碎空剑的威力来看，楚风几乎是必死无疑的。这白云霄真是不像话，楚风已然收手，他竟还施展如此狠的手段，自背后偷袭，该罚！这一刻，白猿半地的几位手下已是做好了营救楚风的准备，他们不仅要救下楚风，还准备好好惩罚一下白云霄。毕竟先前的一幕，他们都亲眼看到，楚风见好就收，并未乘胜追击，属于放过白云霄一马。于情于理，楚风都是做的仁至义尽，但是白云霄竟趁着楚风转过身去，准备离开之时，突然施展出如此狠辣的一击。这等心兄，这等手段，皆乃小人作风。可是就在众位当家长老发现大事不妙，准备直接出手解救之际，楚风却是冷哼一声，并且停止向后逃窜，而是冷冷地说道：“白云霄，这是你自找的。”话音刚刚落下，楚风周围便开始颤动，乃是由弱转强，甚至已然在虚空之上浮现出了道道裂痕，一股极为强大的气息将那虚空镇压的都要粉碎。在这种变化之下，天地之间磅礴的王级武力宛如飓风一般，开始向楚风汇集而去，磅礴而凶猛，却又最终被楚风所吸收。忽然之间，楚风的双眼寒芒一闪，与此同时，一股极为凌厉的气息也是自其眼中浮现而出，紧随其后，只听砰的一声闷响，自楚风的体内便爆射出一道道血红色的气体。那气体很是诡异，形态似利刃，却又似游蛇，不仅密密麻麻数不胜数，更是发出鬼哭狼嚎，极为瘆人的声音，就宛如他们是来自地狱的小鬼一般。最主要的是，当那血红色的气体出现之际，顿时天的变色，它们不仅蕴含着恐怖的力量，且速度更是快到惊人，只是眨眼的功夫，便覆盖那片天地的各个角落。这种独有的气息，竟是苍冥之气。难道说楚风已经练成了的净苍冥遁？感受着楚风此刻凝聚的力量，练兵部的当家长老们为之大惊。而就在这时，那白云霄的凶猛攻势已是来到楚风近前，距离楚风不足3米。第一斩！可是眼见着楚风将要被击中之际，楚风却猛然暴喝一声，此话一出，宛如幻军之令，那诡异而恐怖的气体在一阵鬼哭狼嚎之间，便夹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向白云霄那迎面来的金武技汇集而去。最终只见的一道血光闪过，一道血红色的斩击便以交叉的形成落在了那恐怖的融合武技之上。一击之后，那蕴含着无穷威力的地境武技竟然化作了磅礴的烟雾，以及凶猛的能量涟漪消散开来。白云霄以2种的劲武技所融合的攻势，竟被楚风轻而易举的破解。这样一幕，让那些本觉的楚风命将休矣的当家长老们一个个目瞪口呆，那瞪圆的双眼之中满是难以形容的震惊。第二斩！然而楚风却并没有就此收手，也没有给予他人反应的时间，他又是暴喝一声，与此同时，又有一道血红色的斩击浮现而出，向白云霄斩切而去。在那血红色的斩击逼迫之际，莫说是他所过之处，就连他前方的虚空也是如同碎裂的镜面一般，开始纷纷破碎瓦解。不管你还有何种手段，今日都休想胜我！眼见着自己攻势被破解，并且此刻楚风的攻势比先前还要凶猛，白云霄也是勃然大怒。这一刻，他的身上不仅光芒闪烁，更是热气升腾，而与此同时，他的眼角与额头便出现几道皱纹，只在这一瞬间，竟苍老了几岁，从20几岁变成了30几岁的模样。虽然容貌变老，但是他的战力却也因此提升，攻势变得越发凶猛。那万千兵刃简直所向披靡，向楚风攻杀而去，竟将楚风的第2斩破开。云霄他竟然在燃烧自己的寿命！见到这一幕，刑罚部的众位当家长老可就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白云霄此刻战力的再度提升，可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他不仅是损耗身体，更在燃烧自己的性命。这样的手段与服用禁药几乎没有差别，而付出的代价实际上更为巨大。但是木已成舟，白云霄已经施展出这样的手段，是要与楚风一决高下，所以哪怕刑罚部的当家长老再不情愿，却也不能如何，只能期望着白云霄快点战胜楚风，赢得这场胜利。白云霄以生命为代价，的确换来了不俗的成效。此刻他的金幻想诀以及的尽碎空剑比先前又强横了许多，在破开了楚风的第2斩后，竟又破开了楚风的第3斩。不过他还是低估了楚风，楚风这的净苍冥斩共有9斩，一斩比一斩强，一斩比一斩凶。此刻在第1斩、第2斩、第3斩被破开之后，楚风又连续施展出第4斩、第5斩。当楚风施展出第6斩的时候，只听得一声滔天巨响，那方虚空竟然化成了粉碎。楚风这第6斩不仅将白云霄的攻势尽数摧毁，更是破开了他的天赐神力。